马六甲海峡不能出事，因为一旦这里失稳，最先被打中的不是地图上的一条蓝线，而是新加坡最核心的国家利益。港口会先感到压力，航运和保险会先加价，能源输入会先变贵，接着才轮到超市货架、企业交期，还有投资者对新加坡的判断。新加坡这次和印尼一起强调，海峡必须安全、开放，所有人都能通行。重点不在外交场面好不好看，而是在守一件更硬的东西，让全世界继续相信这条海上命脉不会被谁随意架门槛，不会突然失去，也不会变成临时议价的工具。全球货物贸易大部分靠海运，马六甲海峡本身又承接了全球相当高比例的贸易流量。对新加坡来说，这不是远方风险，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现实条件。所以这一期我们就拆开来看，新加坡到底在守什么？守的为什么不是面子，而是生存方式？对很多国家来说，海峡安全是国际新闻。根据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公布的数据，2024年新加坡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创下新高，达到4000多万标准箱。这不是一张单纯的港口成绩单，它其实反映的是整个国家模式还能不能顺畅运作。因为新加坡做的不只是装卸，它还做转运、炼化、船舶服务、海事金融、供应链管理。海峡如果出问题，影响不会停在海事圈，运费会上去，保险费会上去，企业为了防延误会增加库存，能源输入成本也可能被推高。对一个高度依赖进口、生活成本本来就不低的社会来说，这些变化最后都会传导到日常生活。所以新加坡对外反复讲海峡要开放，不是因为他特别喜欢讲原则，而是因为这句话本身就连接着国家安全、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。对新加坡来说，海峡开放从来不是口号，它就是现实生存条件。但是新加坡不是在控制马六甲海峡，它真正做的是把自己变成全球都不希望失去的关键节点，意味着所有人都希望它继续稳定运作。对一个小国来说，这才是更现实的战略。新加坡长期强调国际法、航行自由、开放秩序，表面看像原则表述，实际上很务实。因为小国最怕两件事：第一，被迫在大国竞争里选边；第二，周边关键通道被军事化、政治化，最后谁都得看大国脸色通行。新加坡没有办法决定大国博弈会不会发生，但它可以尽量把自己的利益表达成一种公共利益。比如这条海峡保持开放，谁受益？不只是新加坡，船公司受益，能源进口国受益，贸易商受益，保险市场受益，区域制造业也受益。这样一来，新加坡守的就不再只是自己的饭碗，而是一套大家都不想失去的低摩擦秩序。这就是它外交上很重要的一层功夫。为什么说海峡开放等于国家安全？第一层是经济安全，新加坡的港口、转运、炼化、海事服务、贸易融资都建立在大量船货持续经过的前提上。第二层是外交安全，第三层是身份安全。新加坡最担心的不是别人不喜欢它，而是别人觉得可以绕开它、替代它，或者把它看成某一方阵营的附属节点。只要海峡持续开放，新加坡就不是附属点，而是必要点。这个逻辑其实已经被别的通道风险验证过。2023年末到2024年，红海安全局势恶化，很多船公司改走好望角，结果很直接，航程变长，燃油成本上升，保险费增加，交货时间也被拉长。另一边，巴拿马运河因为干旱限航，全球物流同样受到冲击，市场的反应非常快。关键通道一旦失去安全、开放，可预期这三件事，供应链马上就会重新计算成本。所以新加坡真正要守住的不是一条水道的主权想象，而是一个更难得的东西：
让全世界都相信，经过这里比绕开这里更安全、更便宜，也更可预期。对小国来说，这种信任本身就是战略资产，而且这种资产不是靠口号得来的，是靠长期稳定、规则一致、风险可控，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。下一步要看的就是为什么一提到收费这件事，马上就变得敏感。2024年，印尼方面曾出现过一个引发关注的说法，就是研究对经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收费。这个消息之所以被放大，不是因为市场真的相信海峡明天就要全面收门票，而是因为它碰到了一个很敏感的问题，关键海峡的规则预期能不能被改动。后来印尼外交部很快澄清，不会这样做，因为这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框架。它让我们看到为什么这条海峡不能被轻易想象成一个单边收费闸口。先看法律逻辑，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属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这类海峡设有过境通行制度，核心精神很明确，沿海国当然有管理、安全、环保、驻航等责任，但不能任意阻断、暂停或者把基本开放性质改造成单边政治工具。说得更直白一点，沿海国可以管理它，不能随意把它变成谁过谁先谈条件的门。再看现实逻辑，马六甲海峡连接印度洋与南海，是全球贸易和能源运输最关键的通道之一。市场真正害怕的不一定是今天多收了多少钱，而是明天会不会继续加，后天会不会带着政治条件。成本会先体现在保费和运费上，然后传导到库存安排、交货周期和大宗商品价格。也就是说，收费论最危险的地方，不只是它能不能立刻落地，而是它会不会破坏可预期性。对新加坡来说，这一点尤其关键。新加坡最不愿意看到的，不是一次媒体争议，而是全球用户开始怀疑，这条海峡未来会不会越来越像一个可以被临时议价的瓶颈。所以新加坡和印尼一起强调海峡必须安全、开放，所有人都可进出，本质上是在给市场一个很清楚的信号，规则没有变，通行制度没有变，航道不会被轻易工具化。当然，沿海国确实承担了真实成本，巡逻、驻航、搜救、事故防范、污染治理，这些都要钱，也都要协调。所以国际海事组织长期推动的方向，不是让沿海国自己扛，也不是让沿海国用破坏通行规则的方式来解决，而是通过合作机制，让用户国、航运业和沿海国共同分担安全与环境治理成本。这样既承认沿海国负担，也不破坏国际航行的基本秩序。所以不能随便收费这句话背后，不只是法律条文，更是全球市场对这条海峡最基本的要求。你可以管理它、保护它、巡逻它，但不能让所有人开始怀疑，明天经过这里会不会突然多一道政治门槛。接下来就要看新加坡和印尼到底靠什么让外界相信，这不是一句空话。让全球市场安心的，从来不是一句我们重视安全，而是外界看得见，这条海峡有人巡、有人管、有人协调，也有人愿意守规则。海峡安全不只是大国军舰有没有出现，日常治理本身就很关键。根据 RCAAP 近年的公开报告，新加坡海峡周边海域的船舶盗抢事件并没有完全消失，说明风险管理从来不是做完一次就结束，而是要持续维护。也正因为这样，新加坡和印尼这次站在一起，价值不在姿态一致，而在于它向外界说明，沿海国之间的合作还在运作，海峡秩序不是靠口头维持。过去这些年，新加坡、印尼、马来西亚一直有马六甲海峡联合巡逻，也有 Eyes in the Sky 这样的空中监视机制。这些安排的意义很大，它说明关键海峡的稳定靠的是制度化协作，而不是某一国单边宣示。谁来巡逻，
谁来通报，谁来协调执法边界，谁来处理突发事件，这些都需要机制，而不是临时表态。再把范围放宽一点看，近年新加坡和印尼在防务、空域、引渡、海事合作上都有推进。换句话说，新加坡最强的外交资产之一，确实不是军力本身，而是可预期性。它让外界知道，这里不是一个今天说一套，明天做一套的地方。更大的背景也不能忽略，现在的亚太面对的是中美竞争加深，供应链安全焦虑上升，地区摩擦时有升温。新加坡和印尼共同守住海峡开放，实际上是在维护一条底线，这条路必须继续是开放的、可用的、可预期的，而不是谁手里的筹码。对新加坡来说，只要这条底线还在，它的港口价值、金融价值和外交空间就都还在。所以这件事最值得记住的是，海峡开放不是抽象原则，而是新加坡的生存方式。收费这种说法会迅速降温，说明关键海峡的规则预期不能轻易碰。而新印共同表态，真正要稳住的是全球市场对这条海上命脉的信心。很多人讲新加坡外交，只看到他不愿意选边，但更准确的说法是，新加坡一直在努力让自己站在一个位置上。谁都希望这条路继续畅通，谁都不希望这里失序。对小国来说，这比口头强硬更有用，也更难做到。说到底，新加坡这次与印尼站在一起，守的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一个小国最现实的安全感。只要世界继续相信这条海峡会开着，新加坡就还有分量，还有空间，也还有谈判的筹码。如果你喜欢这种从新加坡视角拆解地缘政治的内容，欢迎订阅频道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新加坡最重要的战略资产到底是港口、金融，还是这条海峡始终开着的国际信任？